学者钱钟书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中国有3个半人，两广算一个，湖南算一个，江浙算一个，山东算半个。这个结论主要以近现代各地出现对推进中国历史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数量为依据而得出的。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也在一番详细调研后，对中国各省份人的品性做出了评价，并撰写一系列中国各省兵地志概说。那么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不同省份的人到底都有什么样特点呢？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早在二战全面打响之前，日本就在中国派出大量的特务人员，用10余年的时间进行一系列的实地勘测。在编译出版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军官最重视的考察结果有3个，分别是用兵观察、统治资料和国民性。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进攻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当地的交通、地质、水文等情况，甚至连当地人的性格与思维特点都要略知一二。在二战时期，身为租界的上海成为无数人的诺亚方舟。对于位处东方巴黎的上海人，日本人是这样评价的：上海人冷静理性，精打细算，他们在中国就像犹太人在美国。寥寥几句，一个世人脑海中的典型上海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得不承认，日本总结的还是非常贴切的。在形形色色的兵要地志中，湖南得到评价是最高的。湖南自古以来有尚武之风，同时还十分好学。除此之外，底层农夫勤于耕作，劳动者、船夫等下层坚忍力行，是中国所有省份里人口素质构成最优秀的。虽然这段叙述有夸张成分，但基本符合湖南省情况。日军为何会如此大方地赞美湖南呢？因为从1939年到1942年这3年里，日本发动无数次攻坚战，但都被湖南给打了回去。抗战时期，全国共发生了22次大会战，其中6次在湖南发生。谭嗣同、黄兴、蔡锷、彭德怀、贺龙等人物也是湖南人。日本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但又想维持面子，只能将对手抬高，以此进行掩饰。有捧必有踩，当年两广地区便是日军眼里最可恶的存在。日本在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写道，当地汉族人先天与一般中国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顽强、狡黠，甚至性情残忍，同时排日思想旺盛，在此处作战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广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中，日本则是这样记录广西人的：质朴彪悍，忍耐力强，刻苦勤勉，比中国北方人身材短，体重轻。从这2段中不难看出，两广地区人民对日军是非常厌恶和痛恨的。两广地区作为抗击海外入侵者最早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最激进的地区，确实让日本损失惨重。自古以来，广西就处于蛮荒之地，土地贫瘠，地势险恶，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必须拥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广西人民大多尚武，战斗力爆表。当年日军还没有踏入两广地区，广西人民就已经做好了与他们战斗到底的准备。所以虽然日本用性情残忍这样的贬义词来形容两广地区人民，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其实算是一种夸奖。作为士大夫之乡，山东又被称为孔孟故里，礼仪之邦。在这片土地上，历朝历代出现的政治人才无胜枚举。日本人认为山东人温厚老实，吃得了苦，这也与山东传承了1000年的儒学教条不谋而合。而江苏省因为南北发展差异较大，因此日本分别对苏南和苏北都进行评价。他们认为苏南地区的人思维敏捷，但性格软弱；苏北地区的人穷困，教育程度低，但朴实能吃苦，性格上更贴近山东人。抗战期间，四川并未直接受到入侵，但是身居后方的四川人却提供了1半的食粮与1/5的兵力，所以日本对四川的评价仅次于湖南。穷困但重感情，归属感重，民风彪悍，十分团结。至于东北，作为日本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地区，在日本人眼中，满洲国的东北人较为张扬，重情重义，但喜好夸大其词。1938年，河南南部沦陷后，以洛阳为根据地建立起的第一战区，凭借半省之地与日本军艰难对峙了6年。对于河南人，日本这样评价：豫东、豫南人较为淳朴，民风朴实；豫中、豫西人因该地为王朝古都，故自大自负，但是讲义气，有傲骨；豫北人则团结且跋扈，
与传统本省人有较大差异。最后就是河北地区，在日本人看来，河北北部人民温厚讲义气，但官僚作风严重，官本位概念深入人心。河北南部人与豫北人相似，张扬跋扈，民风彪悍，为人团结。日本不仅对中国各省人民的特点做出详细总结，甚至还编译一部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试图对长江以南的中国人进行所谓民族性的总结，例如保守而尊大，天命观念强，猜疑心重，同乡人团结紧密等等。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必定是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来中国考察多年，以此详尽的绘制地图与考察风土人情。正是这些丰富的前期资料，为日本陆军大肆进攻提供了重要的结晶，给当年抗战带来了巨大隐患。以上便是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各省人的看法与评价。那么在现代，日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呢？读者先说结论，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情况相同，有 85% 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没什么好感。2019年，中国广电总局和日本 NEO 曾经联合进行专题调查，分别采访两国人民，询问对对方是否有好感。结果有 84.7% 的日本人表示反感或对中国人无感。以媒体为例，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比较客观友好的，但随着中国快速发展， GDP 超过日本并取得一系列优秀成绩后，日本媒体就开始慌了。因此现在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都是偏负面的，很少有正面或客观的宣传。以二维码支付为例，日本媒体先是夸奖无现金支付很方便，便于人民生活，但很快就开始歪曲解读，表示中国发展二维码支付是因为假钞多导致人们难以信任，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替代。至于为什么日本的二维码支付不发达呢？日本媒体也有说辞，因为日本讲信用，信誉好，所以没有假钞。类似这种表面夸奖实则抹黑的例子还有很多。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实力都在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从落后贫穷走到繁荣富强，中国仅仅用了40多年。这无疑给许多国家带来沉重的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刻意打击中国的经济、科技，试图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除了危机感之外，人口基数巨大，国民总体素质有待提高，也是中国形象不佳的一个原因。2020年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突破14亿，位居世界人口排名第1。在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前提下，中国总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成了一大难题。同时，随着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出境旅游。然而，虽然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但是贫富差距仍然很严重，这就注定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并不平衡，从而导致总体国民素质良莠不齐。公民在国外的一举一动往往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形象，于是个别素质不高的中国人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拉低了很多外国公民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公民也被误认作了中国人，有的亚洲国家还会故意自称中国人，做出一些抹黑中国的举动，这也导致我国的形象被损毁得更加严重。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